螺旋的冰棒，一个给我妹，桌上型的那种游戏，真的是买了非常非常多的。我不知道这个材质是什么但我很喜欢，它很想我，有点像在整人一样。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终于回台湾了，我是1个小时前到家的，然后刚刚就是从哥本哈根转1次机，然后到台湾，大概花了20个小时左右，真的是超级无敌累。好，反正总之我们回到家了，然后刚刚跟猫咪温存之后呢，我想要来开箱一下，就是我在丹麦买了什么。为什么我要那么快来开箱呢？因为我想要拍一拍之后，然后等一下先把所有的行李都整理好，然后就慢慢分送给家人朋友这样子。首先呢，先来看吃的好了。第一个是在超市买的布朗尼，那这个布朗尼呢，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吃甜食，然后尤其是巧克力，我在超市呢就有看到人家有买这个布朗尼，感觉蛮好吃的，就买回来吃。但是我自己是还没有吃过，应该是法国，它不是丹麦的，但是就在 Netto 很常看到，所以我就买来吃吃看。然后再来就是。也是我们这一趟去丹麦才知道，说这个是丹麦有名的啤酒，就跟台湾的台啤是一样的概念。我们去点一些海鲜啊，点意大利面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们有点酒吧？那这些酒其实就是这个 Carlsberg， 就是这个啤酒，一瓶大概是快要100块台币，所以它的价格就不算太低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喝，很清爽，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它味道不会太重，不会太苦涩。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最经典的甘草糖，就是我们在前几支 vlog 有试吃过的，有开箱过的这个 licorice。其实有点后悔买那么多啦，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分送给朋友，1人1包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这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吞下去，所以我可能会当做一个挑战，就是假如有朋友来我家，我就会打开它，就先介绍说，哦，这个是丹麦最经典、最传统的零食，然后丹麦人从小吃到大这样子，提高他们的好奇心，然后再给他们吃看，有点像在整人一样。对，那这个就 licorice，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综合的口味，有水果啊，然后看起来像蘑菇，很可爱，然后里面只有一点点 licorice，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礼品店看到的这很可爱的缤纷的棉花糖，然后还有硬的糖果。那这个糖果呢，给大家细看一下。它是做成柳橙、做成柠檬的造型，那还有综合口味，就是这个，它里面有苹果啊，有梨子啊，有西瓜啊，有凤梨之类的，很可爱。我们连逛了好几间礼品店，很常看到这个糖果，所以我们就买来，想说也可以送朋友。再来也是一样，在超市买的，就是含有 licorice 的巧克力。我觉得含有 licorice 的巧克力可能会比较能接受一点，因为它主要还是巧克力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甘草，可能辛辣的口感吗？也是分送给家人朋友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会留一些来吃。我们真的买超级多。这个就是丹麦有名的曲奇饼干，然后它上面写的是我很喜欢的 Huga， 两个长得有一点不一样，它的配色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很可爱，就是很温馨的风格，看起来就是很值得买。哦，它的价格是300出头台币这样子，那我觉得算蛮合理的。大饼干盒之外啊，如果你是想要小包装的，它也有卖这种，上面也是有丹麦一些经典的图案。哦，这里就有美人鱼，我们那天也有骑车去看美人鱼，然后这个价钱大概是150块台币。哦，接着就是也是在礼品店买的茶叶。这个茶叶它很特别哦，因为它的味道是融合各种香料植物啊，然后味道甜甜的。像是这个茶叶呢，里面有基本的红茶、绿茶基底，然后还有草莓、黑醋栗、玫瑰，还有天然的这个香气。然后它上面有写说冲泡时间是3到5分钟，闻起来就是清甜清甜的味道，适合那种傍晚下午
咖啡因含量比较低，就可以泡来喝，搭配这个饼干一起吃，耶！另外一包它的名字就叫做 Huga。那这个 Huga 的茶叶呢，我是看到它的名字就想说它就是必买啦，因为丹麦人他可以称之为 Huga， 代表说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喝起来很幸福的成分在里面。那它里面有绿茶的基底、白茶，然后杏仁片，然后椰子、木瓜果，还有天然香气。这个红色的 Huga 茶叶又比这个透明包装的味道再更甜一点。这个吃的就是咖啡豆。自从去日本的阿拉比卡咖啡买了2包咖啡豆之后，出国我一定都会带喜欢的咖啡厅的咖啡豆回来，然后自己在家手冲，或是在家用咖啡机来冲咖啡。这个咖啡豆呢是在市区的一间咖啡厅，叫做 Coffee Collective Sankt Coffee Collective Sankt 这一间店。这个咖啡豆呢，它的产地就是2个，一个是哥伦比亚，一个是巴西。那我应该在 vlog 里面有跟大家介绍。我在 Airbnb 里面，因为有咖啡机，所以我都是用咖啡机煮 espresso。那我自己觉得这个烘焙程度其实也很适合拿来用手冲，感觉也会很好喝。OK， 以上呢就是这次在丹麦买的零食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到生活用品部分。第一个超级可爱，这个大胡子，丹麦很有名的就是这个大胡子，然后它有非常多种造型，它也有圣诞节的颜色配色。那我买的是这个，也应该算是圣诞节的配色，然后这就是一般配色。我买了2只，因为我想说我妈应该也会喜欢，所以我就让她2选1。那她假如说她选这个，我就这个拿来布置家里，不管是哪一个我都觉得很可爱，很喜欢这个大胡子。它的鼻子类似布织布的材质，我还蛮喜欢的。大胡子，很可爱。那玩偶部分啊，我还买了这个，有点像尤达，就蛮可爱。然后它有一个是比爱心的造型，有一个是乌嘴巴的造型。它的头发就是有点像静电这样子冲上来，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拨到旁边，可以把它变领月。然后再来就是丹麦的国旗。为什么我要买国旗呢？其实我第一天去我就发现他们的店家还有住家都会放国旗耶。像我们第一站去的新港旁边的那个冰淇淋店它就是这样子插了好几只国旗。我就想说，那我们家也放一只丹麦的国旗好了。接着就是我们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蜡烛，就是像这种圆圆胖胖的蜡烛。我们在丹麦观察到，就是每个住家基本上都会有这种圆圆胖胖的蜡烛，还有这种看起来很像台湾传统的那个螺旋的冰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是时代的眼泪，就是看到这个螺旋就会想到小学的时候去安亲班，然后下午的点心就会是这个螺旋冰棒，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就是科尔必斯的口味，然后它是白色螺旋状，然后这个就是蜡烛，不同颜色，我们买了紫色还有蓝绿色。那这个蜡烛呢，它一定要搭配烛台，所以我们也买了很多烛台，玻璃的，这个是蓝色的玻璃，然后这个是咖啡色的玻璃，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使用这样。然后烛台还有像这样子，上面是没有纹路的，然后还有像这种烛台，然后再来是放洗手乳的罐子，这个是米色的，这个是灰色的，应该是石头的材质，有一点重量。再来是2个可爱的很北欧风的杯子，一看就知道是丹麦就是脚踏车。很漂亮，我这个买了2个，一个是给我妈，她可以带去公司使用，女儿出国也会想到她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在礼品店买的，我买了1个，就是觉得也是蛮适合我们家的，因为我们家你看后面就有那种蓝色的配色，它的这个底部是有点那种窑烧的雾面的粗粗的材质，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也买了很多，就是磁铁。我自己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要收到磁铁，因为我自己是对磁铁没有什么特别感受，可能有些人比较浪漫一点，他们就喜欢这种
收藏，就是去到不同国家，假如说你去日本，就会有鸟居的磁铁。那假如说你去丹麦，就会有这种丹麦建筑啊，然后或者是脚踏车啊，像这个就是室友说一定要买一组2个不同的颜色脚踏车，因为他说我们在丹麦的代步工具就是脚踏车，所以他和脚踏车非常有感情。除了室友之外啊，室友的朋友还有我妈也是很想要收到磁铁。所以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你是喜欢收到磁铁的人吗？还是你更希望收到吃的？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希望收到零食之类的，就是台湾买不到零食，然后当地才买得到那种特色零食。就是新港那一排彩色的房子也是非常指标性的建筑，然后还有这个士兵，还有这个，好，我看一下还有哪些东西哦。给大家看。这不是战利品，可是他一直来蹭我，他很想我。好啦，放你走。哦，还有这个很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材质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3D 列印，可是它不是纸哦，它是类似石头的感觉，它很像是泥做，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哦，还有一个居家小物就是这个。这是放蜡烛的烛台，我搭配的是这个小蜡烛，这样子可以这样挂在墙壁上面。它这个材质是铜，看起来有点微复古的感觉。还买了帆布袋，买了2个一样的帆布袋，这个是在书店买的，然后它是比较厚磅一点，就是感觉可以拿来装平板啊、装书，所以我买了2个，就是一个我自己用，一个给我妹。还有一个帆布袋是在礼品店买的，可是其实我发现，在礼品店买的帆布袋它比较薄一点。好，然后再来是，这是在我们逛完罗森堡城堡的时候啊买的。那个城堡里面就有非常多这种铁器、铜器、银器、瓷器，就是各种他们的收藏，然后还有皇冠，对，就是有非常多看起来非常昂贵的东西，所以。基本上进去这种城堡啊、宫殿啊，里面包包都一定要放到置物柜。这个是在走出来它的礼品店买的，光看我就觉得很可爱。它是一只小手，然后拿起来我就决定要买它，因为它很有重量，它是非常有分量的。然后它这个又有功能性，比例尺大概是这样子，小小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私厨阁街里面的一个玩具店买的，它是。迷你足球有点像那种棋盘的大小，然后就是可能朋友来啊，我们就可以下五子棋啊，下 Connect Four 啊，或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私厨阁街玩具店里面买到的一个 board game 收藏。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去丹麦、去哥本哈根的战利品，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的行李箱原本是空的，都完全塞爆了。你也正计划要去哥本哈根、要去丹麦玩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战利品。不知道大家比较想要收到哪些礼物呢？你比较想要收到丹麦传统点心甘草糖啊，还是你比较想要收到杯子啊、磁铁啊这些纪念性的小物，还是你比较想要收到装饰的，像是蜡烛呢，还是像是这种国旗，或者是后面的娃娃？那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哦。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喜欢的话帮我按个赞，或是分享给可能也会喜欢北欧小物、也喜欢北欧旅游的朋友们。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哎呦，赶快过来！哇，好强！耶！哈哈哈！我觉得有点感冒糖浆